你敢相信中国赠予日本的国礼竟然是几颗小石头吗？不过这些小石头可不简单，它就是来自云南围棋场的云子。和普通围棋的棋子不同，云子的黑子从表面看漆黑润泽，而拿起来对着光线看，则是翡翠般的绿色，有着仰视若碧玉，俯视若点漆的特点。不管白子还是黑子，摸起来就像玉一样温润。云子有着1200年的历史，也是国际围棋大赛的指定专用棋子。不过，云子的制作过程极其复杂，其中最难的步骤就是点子。首先将各种石料粉末调和而成的原料放进1300度的炉内，融化成粘稠的溶汁，然后师傅静坐炉前，将球形铁杵投进窑炉，然后通过快速转动来蘸满溶汁，接着干脆利落地翻手收料，滴落在细长的铁板上。当溶浆滴落到铁板时，颜色由红色慢慢变为白色或者黑色。冷却后，正圆扁平的云子雏形便制作好了。虽然整个过程看起来丝滑顺畅，但是炉温高达1000多度，如果棋子掉落，可以直接穿透鞋子。一般人在窑炉边待上2分钟都很难受，而师傅却气定神闲，一站一滴一转，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在3至5秒内一气呵成。一副围棋361颗棋子，而大小厚薄的误差却不超过0.5毫米，没有2年半的练习操作，常人难以做到。上好的云子除了经肉眼分拣，还要用游标卡尺一个个测量，符合要求才算通关，否则哪怕只有一丁点寻常眼光看不出来的瑕疵，也得回炉重造。做好的云子质坚色润，细腻如玉，落盘铿锵，手感极佳。阳光照射下，原本乌黑雅致的黑子泛出碧玉之泽，像是融入了下棋人的心性，透着一种沉静儒雅之美。1986年，日本道华访问，将一副云子当作国礼送给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至今日，他依旧把云子当作珍宝。原来金泥太美是真的，把黄金做成泥的形状，然后将其涂抹在墙壁或者佛像上，再用画笔进行创作，就可以保证几百年不褪色。而历经了1600年的敦煌壁画，直到现在依然艳丽，栩栩如生，其中就是大量使用了泥金工艺。泥金不仅可以作画，还能用来写字。现保存在辽宁博物馆的明代文征明老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用泥金写的，如今再看依旧超逸灵动。把金子变成金泥之前，先将其研磨成粉。首先准备几百张金箔，在瓷盘中加入几滴鹿胶液，然后用竹夹将金箔放在盘中，用指腹轻轻地来回研磨。鹿胶液可以防止金粉飘散，起到粘黏的作用。这个过程一定要耐心，动作轻柔，控制好力度，否则金泥就有可能变成金饼。如果感觉到颜色变暗，手指发涩时，此时金粉就研磨好了。现在将其从盘子边缘慢慢碾向盘心，加入些许温水，然后倒入瓷碗里。这个时候手一定要稳，因为浪费一滴可能就是1个月的工资。接着再次加入温水，碗中金泥就像游龙潜入金海，变幻无穷。等到金粉完全沉淀，再将上层清水倒出，静置晾干后，金泥就做好了。不过此时的金泥过于粗糙，需要重复过滤洗胶3、4遍以上，才能得到绵密细腻的金泥。直到金粒浮油，看不见任何颗粒和杂质，将其烘干后，泥金就制作完成了。用泥金绘画的佛像以及字画，在自然状态下很难褪色，是佛家和帝皇经常使用的一种颜料。不过泥金相比较鎏金更耗费金料，有着1贴3上9泥金的说法，意思就是贴金只需1张金箔，鎏金需要3张金箔，而泥金则需要9张金箔。所以泥金称得上是中国真正的奢侈品。希望这项非遗技艺能够永远流传下去。国家1级文物却被冲进了下水道，它就是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整件衣服薄如蝉翼，轻若烟雾。2.6平方米的布料可以轻松塞进火柴盒，折叠数十次，盖在报纸上，依旧能清晰看见纸上的字。就算使用如今的高科技，也无法还原出这样的效果。所以素纱单衣就成了禁止展览的文物。而就是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却在38年前曾被人盗走。1983年，一名17岁的少年偷偷潜入湖南博物馆，盗走了2件素纱单衣在内的38件文物，其中20件都是国家1级文物。这是建国后最严重的馆藏文物失窃案，最终只找回了28件文物，其他的不是被损坏，就是被恶意烧毁。2件素纱单衣的其中1件更是被冲进下水道，而剩下的1件也是残破不堪。为了保护仅存的素纱单衣，博物馆从此密封，不再展览。
以至于很多国人也无法一窥其真容。于是专家决定使用古法复制一件仿品。然而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后，仿制出来的成品却让人大失所望。号称世界上最轻的素纱单衣仅重49克，而仿品的重量却整整超出了1倍。最后经过分析研究，如今的蚕宝宝相较于汉代要肥大许多，吐出的丝也更粗更重，自然就增加了衣物的重量。为此，南京云锦研究所整整努力了13年，不仅培养出了减肥后的蚕宝宝，还对织造工艺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模仿，一天织8到10厘米，最终耗时1年半才完成这件素纱单衣的织造。仿制的10件样衣中，最轻的一件重量也要49.5克，仍旧比原件重了0.5克。但这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轻最薄的纱衣，与真品无限接近。在此不得不感叹老祖宗的聪明才智。原来石头也能治病。这位老医生随便捡起一块石头，在不和病人见面的情况下，根据石头的形状、颜色等信息，就可以看出病人的症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一定和我一样，以为他是个神怪。眼前这个70岁的老人身患顽疾，却一直没找到病因。小伙对老人进行深入诊断后，也拿不准到底是什么原因。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师傅琼珠，他是一个有着30多年经验的藏医。老师傅的拿手绝活是神秘的石头问诊法。小伙搀扶着老人在自家门前向北走了9步后，让老人捡起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块石头。在藏医的理念中，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他们认为石头会投射出人体的信息。他郑重地把这块石头包好，接着便骑着摩托飞快赶往师傅家中。几个小时后，师傅琼珠刚把石头拿在手中，就得出了老人病重的结论：石头潮湿，表皮呈浅绿色，这说明老人每日进食的食物过于生冷，水源也不干净，肠胃不好，可能是生病的原因。石头凹陷，还有黑中泛红的裂缝，这说明病人到了威胁生命的地步。令人惊奇的是，这与在老人家问询的结论一一对应，甚至对于病情的判断更为精准。确定了病因病情，接下来就要为病人寻找药材治病。老人的病因是肠胃出了问题，需要寻找一种海洋生物化石才能治病。因沧海桑田的地壳运动，昔日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如今已经到达了飞鸟也遥不可及的陆上顶端。今天他们要找的就是这种长相酷似肠子的动物化石。封存在冰层中的气泡严重阻碍了视线，不过正是因为冬季寒冷，水底裸露，才给了琼珠寻药的机会。用小镐子敲开冰面，在最纯净的水下找寻老人生命的明天。最后他们找到了5个竹节一样的化石，为老人治好了病痛。宇宙的尽头不一定是玄学，即使是玄之又玄的藏医传统，其中也蕴含着科学的理论。这是藏医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这种看病方式，你想试试吗？男人用黑色塑料袋代替创可贴，小心地贴在自己的伤口上，然后将一块猪油挤在手心，给自己做了个全身死帕。为了达到雨露均沾的效果，他把手伸进裤子里，一阵倒腾，在猪油的帮助下，古铜色的皮肤散发出北京烤鸭般的光泽。这并不是准备参加什么健身比赛。男人那壶是塞内加尔的一名采盐工，为了在剧毒的湖水中避免受伤，他必须用这种厚厚的油脂裹满全身，不然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断子绝孙。在大西洋东岸的福德角，有一片粉红色的湖泊，这如玫瑰一般的浪漫颜色，来源于湖底生长的嗜盐菌。湖水的平均深度虽然只有1米深，但它却是世界上含盐量最高的湖泊。千百年来，生活在玫瑰湖边的雷布人，靠着一条小船、一杆长矛以及一个大桶，就能采到能够维系他们生存的盐。在采盐过程中，由于红色的湖水遮挡住了视线，看不清湖底的盐结晶，那壶只能浸没水中，依靠手感采盐。随着它的不断冲倒，湖底的盐结晶被打碎，掉入过滤用的盐筐中。这种纯手工采盐的方式固然省钱，但是面对高浓度的盐水，即使那壶已经事先涂上了厚厚的油脂，也还是阻止不了盐水的侵蚀。而长年累月的浸泡，不仅给他带来了满身伤痕，甚至会让他失去生育能力。可对于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雷布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工作。男人们负责下湖采盐，女人则在湖边等待着运盐。他们从小就学习如何用头来搬运重物，一船几百公斤的盐，在这种方式下，只要几次就能运输完成。每运送1桶，他们就在碗里放个贝壳，用贝壳的数量来计算工钱。运到岸上的盐，经过分拣筛选以及人工加点，就能被晒成白花花的盐。这些用手挑肩扛制作出来的盐，占据了整个塞内加尔盐产量的1/3。而辛勤的雷布人就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生活，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悲凉凄苦，
更多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知足常乐吧。这绝对是猪肉最鲜的吃法，将一块生猪肉和生猪肝切碎，无需任何加热，只需一些蘸料就可以直接入口下肚。眼前这盘由各个部位拼成的猪肉刺身，就是云南大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白族生皮。生皮是一道争议很大的美食，有些人觉得口味重并且不卫生，然而白族人从老人到小孩都将其视为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无论你走到哪个村村寨寨，只要是有民间红白喜事的场合，餐桌上一定会有生皮出现。生皮的制作过程简单粗暴，将猪宰杀后，用稻草或麦秆均匀地将其盖住，然后点火烤猪。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蒲扇不停地扇风，让火燃烧得更猛烈些。为了让整头猪受热均匀，期间要用棍子不时地根据火势拨动草杆，慢慢烤成焦黑时，脂肪的油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这就代表猪肉烤制完成了。接下来用井水冲洗烤猪的身体，并用菜刀将表皮上的焦黑刮去。经过刮洗的肥猪整体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并散发出一阵阵烤肉的香味。此时猪皮以下3寸的部位实际上已经被稻草烤熟了。这时白族人会将带着余温的猪皮切下来，直接塞入嘴里吃上一口，口感脆嫩，味道焦香。这片黄金的猪皮就是生皮的由来。如果只是这样，生皮其实也不是很难接受。不过这才刚刚开始，只见杀猪匠将整头猪开膛破肚，这时可以看见猪里面的肉完全是生的。将其一一分解后，根据白族生皮的传统，此时的猪除了大肠不能吃，猪腿、猪肝、猪腰基本都能直接下嘴。接下来白族人将一块新鲜的猪后腿肉以及一块带血的生猪肝一一切碎，配合着几片猪皮，这么一盘生皮肉就拼好了。将新鲜的生皮往调好的蘸水里一滚，那鲜美的味道直击脑门，让人回味无穷。生皮因为口感鲜嫩滑爽，味美甘甜，没有腥味，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白族人最喜爱的民间菜肴。生皮在当地被称为招牌菜，但是许多外地人不敢尝试，宁可选择3分熟的牛排。到大理旅游的游客，只要有胆量品尝生皮的，不管觉得好吃或不好吃，一定都会记住这道白族人的特色美食。最后，你敢尝试一下吗？眼前这颗小球曾让日本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它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出来的鬼公球。鬼公球又名牙雕套球，顾名思义，有着鬼斧神工的雕刻手法。别看它的外表精美绝伦，其内里更是大有乾坤。它由几十层镂空的球体组成，不靠任何粘合剂，每一层球体都能单独旋转。这种奇珍异宝也只有中国人能做得出来。这句话并不是自吹自擂。当年在万国博览会上，我国一位名叫翁昭的工匠带着他精心制作的25层鬼公球前去参赛。鬼公球一出，彻底震撼了所有国际友人。当时的日本处处要压中国一头，于是仿造了26层的鬼公球前去羞辱翁昭，没成想被翁昭识破了他们的把戏。对鬼公球比对老婆还熟悉的翁昭，只要上手一摸就知道日本人的鬼公球全是打碎了装进去，又用鱼胶粘好的。翁昭一盆热水就浇出了日本所谓工匠精神的原型，日本人灰溜溜的离场，只留下现场一地鬼公球的碎片。翁昭的自信不仅来源于自己的手艺，更是源自对鬼公球的了解。他深知26层的鬼公球并不是日本人2天就能制作出来的，想把鬼公球做成一层接一层的样子，就要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层球体都分离开来，不仅让层与层之间的空隙细如发丝，还能丝滑地拨动它们。这就要求每一层的厚度都要有精密的数值。一颗成功的鬼公球，每一层都需要至少1年时间才能雕刻完成。古代也常有一颗鬼公球熬走3代人的说法，因此日本人的举动无异于跳梁小丑舞到正主面前转着圈丢人。正因为在万国博览会上，翁昭灭了日本威风，所以在抗日战争时，翁昭的处境极为凄惨。直到新中国成立，翁昭才能再拿起刻刀传承鬼公球。如今，翁昭的后人翁耀祥大师更是雕刻出了57层的鬼公球，它看起来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其实，日本和韩国从古至今一直在模仿中国的文化和技艺，甚至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都已经被韩国申遗。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重视，导致被他人窃取。希望我们能延续好每一个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不要再流失自己的文化遗产了。原来你吃到的鹅肝可能是用鸭肝代替的。这是一家安徽养鸭场，鸭子一天喂4顿，只需30天就可出笼。10斤鸭子能长出3斤的肝。工人左手抓住鸭头，右手把枪管塞进鸭嘴里，将饲料强行喂给鸭子，这就是填鸭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尊重鸭子，但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一种顶级食材——鸭肝。填鸭的鸭肝脂肪爆表，比普通鸭肝大几倍，单一个重量就有好几斤。这种品相的鸭肝又叫做粉肝，上好的粉肝每公斤可卖到150元。鸭肝脂肪厚，口感如慕斯蛋糕一般绵密柔软，放进嘴巴里轻轻一抿就会化开，醇厚的口感丝毫不比法国鹅肝差。想要获得如此美味的鸭肝，需要用95%的玉米粉为主饲料进行填鸭式喂养。
每天甜食4次，每次400克，鸭子来不及消化，接着再吃下一顿。为了减少鸭子的运动量，这些鸭子从来到这里一直到宰杀会被一直关在笼子里，这样鸭子的肝就会慢慢长成肥大的脂肪肝。养熟后，将甜鸭宰杀，放进70-80度的热水中，来回烫上几分钟，然后用脱毛机脱掉鸭子身上比较粗大的羽毛。师傅再一点点拔去鸭子身上的小绒毛，处理好后，将鸭子挂在架子上，等待师傅开膛破肚取鸭肝。老师傅先在甜鸭臀部竖开一口子，取出鸭油、鸭内脏，再将整只手伸进鸭腹中，慢慢将巨大的鸭肝掏出来。整个过程要十分小心，因为只有完好无损的鸭肝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受伤或损坏的鸭肝价格则会大打折扣。接下来把鸭肝表面的脂肪和粪便去除干净，清洗后再打包，供应给全国各地的星级宾馆以及西餐厅。看到这里，小编有些疑问，我们在外面吃的鹅肝是不是用鸭肝代替的呢？对此，老板娘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卖的就是鸭肝的价钱，不是鹅肝的价钱。当然，取了鸭肝的鸭子也可以食用，鸭舌、鸭爪、鸭掌做成卤味，鸭毛做成羽绒服。如此一看，养鸭真是一本万利。不过这家养殖场只负责填鸭养肝的工序，每个月会从其他工厂批发2个月的成品鸭，只需喂养20多天便可杀鸭取肝。最后有人觉得填鸭养肝十分残忍，但也有人忘不了这口美味。对此你怎么看呢？将100斤板蓝根倒进池子里浸泡发酵3天，接着用锄头捶打3600次，打出来的泡沫不仅可以做成中药，竟然还可以用来做衣服。生活在云南哀牢山的哈尼族世代种植着一种名为南板蓝根的植物，在四川中药志中记载，它全株可入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功效，所以哈尼人时常用它煮茶。每年7月是收割板蓝根的日子，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无法阻挡哈尼人割蓝的喜悦，因为用板蓝根制作出来的蓝靛糕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将新鲜采摘的板蓝根放在池子里加水浸泡，经过3天的发酵后，植株中绿色的汁液慢慢转化为蓝色。接下来用耙子捞出腐叶废渣，露出一堂青蓝色的溶液，这就是制作蓝靛糕的原料。现在哈尼人将2袋石灰放入池中，然后隔着编织袋揉搓石灰，使其慢慢溶于水中。石灰的比例是制作蓝靛糕的关键。你发根那些是不会拆辣靛，你会放多点也跟辣靛是不好吃。接下来用耙子不断的打击搅拌，使蓝靛液与空气充分接触。这个过程要持续1个小时，中途不能停歇，直到水面的蓝色泡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打蓝靛就完成了。这个过程看起来不像中药制作，而是更像某个化工厂的废水池。现在蓝靛的制作还剩下最后一步，使用铁桶将沉淀2个小时的水从池子表面舀出来，只留下池底浓稠的蓝色液体。经过过筛、控水、晾干，最终蓝靛糕就制作好了。蓝靛糕可以卖给中药加工厂做成清袋，每公斤的价格大约10元左右。整个夏天，寨子里大大小小的蓝靛池从不会空闲，每一池可以为村民创造600元的收入。除了入药之外，哈尼族妇女会将制作好的蓝靛糕放入大染缸，一匹白色的布料经过反复煮染、浸染、清洗、晾晒等10几道工序，耗时3-4天，色彩由浅变深，直至黑色中透出淡淡紫红。这种颜色是他们眼中最好的布料。哈尼族人认为，既然板蓝根可以做成中药，那么用板蓝根染成的衣服穿在身上也会有着百病不侵的美好寓意。最后，不知道他们吃泡面的时候会不会用板蓝根呢？没想到30年前粗制的葫芦娃却成了中国动画片的巅峰，还让日本漫画大师宫崎骏忍不住感慨，原来全世界最好的动画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葫芦娃是一部用剪纸做成的动画。1984年，上美厂决定做一部中国特色的动画片，来对抗当时正在火热的日本动画。因为没有先进的特效和后期，人物场景和动作只能用手绘完成，然后再剪下来拼接一张画面。就这样，总导演胡静庆带领着50多人的团队，手工画出了187200个画面，耗时2年才一帧一帧完成13集的葫芦娃。而我们之所以用剪纸的方式做动画，一是可以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剪纸搬上荧幕，二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太穷了。92年上映的好莱坞《狮子王》投入4500万美元，平均一帧3058元，而葫芦娃却连它的零头也没有，平均一帧只有7块钱。为了节约经费，总导演只好把原本的10兄弟改成7兄弟。虽然7兄弟的长相都一样，只需要变换衣服的颜色就能塑造7个立体的人物。为了将片子做好，他们绞尽脑汁，使用了各种笨方法。我们有时候会在窗台上就观察每个人的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我们就会去模仿某人是啥样，谁想出一个好点子，我就奖励一个老母鸡，然后对着镜子手舞足蹈来模拟人物的动作变换。一段角色的对话和画面匹配到底需要多少秒，全靠导演手中的秒表，就连台词的情绪和顿挫也要精准把握。别着急，我有办法来对付那2小子，你看我的狼牙棒。
葫芦娃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来源真实的生活。而制作剪纸动画的困难远不止这些，登高爬低的老旧摄影机，1秒24格的画面，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做错一点就要全部重来。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帧，都是上美厂老一辈艺术家用刀作笔、用心裁剪制作的。中国初代动画是让全世界为之惊艳的黄金时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群只想着做好动画的艺术家，缔造了一个时代神话。老人拒绝上万的月收入，一家4代免费为村民摆渡144年，传1天不停，钱1文不收，只为祖上的一句承诺。81岁的万其真是万家易渡的第3代传人。1995年，他从叔叔手中接过船篙，这一划便是26年。和祖辈们一样，无论刮风还是下雨，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人喊过河，就算是一个人，依旧1文钱不收，他也要把人送到对岸。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撑船50个来回。几十年来，划坏的船就换了3条。可能有人要问了，1分钱不收，摆渡这么多年，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吗？原来免费易渡是从万其真爷爷那一辈开始的。1877年光绪年间，万其真的爷爷举家逃荒到湖北大沙河村，好心的村民们不但没有排挤他们，还送田送食物，帮助他们扎根生活。后来万家爷爷发现村民们每天都要绕到很远的对岸干活，为了报答恩情，他就造了条小木船，专职摆渡，并许下承诺，不收村民1文钱。就这样，万其真的父亲划了30年，叔叔划了40年，时至今日，万家4代摆渡人已经坚持了144年，没有收过村民1分钱。有时过河的村民也经常会送上自己种的菜来回报他，但因为一直为村民免费摆渡，导致自家的生活很清贫。所以后来有人想要和万其真合作，合伙人提议摆渡1人收1块钱，就算每天只撑船30个来回，1个月的收入也能过万。这样合理的提议，村民们表示也能接受。万其真却果断拒绝了诱惑，拒绝的原因只有一句话：我们祖辈的承诺不能忘。而如今万其真已有81岁的高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其真的身体和精力早已大不如前，一双腿也因为常年在水上摆渡患上了严重的风湿。万其真再也撑不动这竹篙，于是他的儿子万方全放弃打工，从万其真的手中接过了渡船，成为了新一代的摆渡人。在这浮躁的社会，能把这种无所回报的事情变成一种责任、一种义务，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可能有人会骂他们傻，但是一诺千金，渡人亦渡己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